凌晨2点17分，我正给婆婆换她尿湿的裤子，客厅防盗门突然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。4个半月了，公公第一次这个点来，我手里的动作顿住，心一下提到嗓子眼。婆婆一直闭着眼，像往常一样流着口水，嘴里还含含糊糊地嘟囔着什么。就在我转身要去开门的前一秒，她枯瘦的手突然抓住我的手腕，那双浑了4个半月的眼睛此刻亮得像淬了冰的刀子。她没说话，飞快扫了一眼门口，接着又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钥匙。她把钥匙塞进我口袋，低声说：床底樟木箱子，别让他们看见。话音刚落，她立刻松开我的手，头一歪，又变回那个流口水的老人。她眼神空洞，嘴里含糊喊：吃糖，我要吃糖。公公婆婆是2婚，公公第一任听说也失了智。门外的敲门声已经变成砸门声。苏婉，开门，磨蹭什么呢？我摸了摸胸口那把个疼的钥匙，深吸一口气，整理衣服，装作刚睡醒，打开门。赵德发身后跟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，她是林曼云，手里拎着保温桶。婉晴啊，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，老赵说不放心曼君姐，非要过来看看。我侧身让他们进来，目光扫过她的肚子。赵德发径直走进卧室，掀开婆婆被子，伸手探了探鼻息，又捏了捏她的脸，确认她还是糊里糊涂，才松了口气。她怎么还是这样？哪天能让我们省心？老赵，别这么说，曼君姐要是有个3长2短，陆哲该伤心了。我给她炖了燕窝，你喂她喝点。喂什么喂？一个糊涂人懂什么？赵德发目光在房间里扫了一圈，最后落在我身上，上下打量我。这几天没什么事吧？他有没有突然清醒过？我摇摇头，低着头说：还是老样子，吃喝拉撒都不知道，有时半夜会喊着找妈妈。赵德发转身往外走。走了，明天还要谈生意，他要是有什么不对劲，立刻给我打电话。婉晴啊，辛苦你了，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跟我说。防盗门砰的一声重重关上，我靠在门上，双腿一软，差点瘫倒在地。直到楼下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，我才反锁房门，颤抖着掀开床单，打开手机手电筒，照向床底深处，一个深棕色樟木箱静静躺在那里，箱子上面描着精致的梅花纹样，挂着一把和我口袋里一样的青铜锁。我蹲下去，指尖刚碰到箱子冰凉表面，瞬间认出了这是什么。我叫苏婉，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护士，嫁给陆哲3年。这4个半月我辞了工作，住在婆婆沈曼君的旧房子里伺候她。陆哲是建筑设计院领导，长得帅有才华。当年他追我时，全院护士都羡慕我，我以为自己嫁对了人。直到沈曼君得了老年痴傻，陆哲每周来一次，放下钱和生活用品，待不够半小时就走。他说他忙，设计院项目一个接一个，他爸身体也不好。陆哲说要2头跑，我信了。公公赵德发这4个半月一次都没来过，电话倒是打过几次，每次都冷冰冰地问我老婆怎么样了，然后不等我回答就直接挂断。我跟陆哲说，他只让我别多想，我爸就那样，刀子嘴豆腐心。我以为这就是我的命，嫁了不体贴的丈夫，摊上失智婆婆，只能忍着吧。直到那个深夜，我把箱子拖出来，里面没有想象中的金银珠宝，而是一叠厚厚的房产证。我一本一本翻着，手指越来越僵。市中心有一套重点小学学区房，江边还有一套200平的大平层，还有2间老城区繁华地段的临街商铺，一共4本，户主名全都是沈曼君。我的呼吸骤然停止。赵德发和陆哲一直说家里穷，他们说就剩这套旧房子。我嫁过来时连5万块彩礼都拿得磕磕巴巴。陆哲还跟我说，我爸的建材公司连年亏损，家里欠了一屁股债，你要多担待。房产证下面是6本银行存单，每一本都是8位数，还有300万元国债凭证，户主依然是沈曼君。我脑子嗡的一声，感觉天旋地转。最底下是棕色封皮日记本，封面已经磨损。我翻开第1页，日期是3年前。第1页写着，今天赵德发又要我过户房子，我没同意，他抬手想打我，说这些东西都是他的，我站着不该站的。其实他不知道，这些都是我父母留给我的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当年负债的50万，是我用娘家钱帮他填窟窿，他才能有今天。他在外面有人了，叫林曼云，是他公司的财务总监，跟了他12年，还给他生了个儿子，叫赵天宇，今年8岁。陆哲知道这件事，却劝我忍。他说家丑不可外扬，我真的寒心了。我快速往后翻，越看心里越凉。后面写着，身体越来越差，赵德发拿回的东西吃了总是头晕，记性也越来越差，不吃之后感觉好多了。我拿去化验，里面含有大量害人的东西，不能长期服用，甚至会变成真正的糊涂人。他想让我变成这样，这样就能逼我签字过户财产了。我开始装糊涂，只有这样他才不会逼我签字，他才会放松警惕。我把房产证和存单都藏了起来，全藏在床底的樟木箱子里，这是我最后的底牌。林曼云越来越过分，居然带赵天宇来家里，让孩子喊我奶奶。他以为我不知道，其实我什么都知道。日记本最后1页只有1行字，字迹力透纸背，箱子和钥匙交给苏婉，
他是个好孩子，也是我唯一的希望。我合上日记本，眼泪再也忍不住大颗砸落。原来这4个半月的辛苦不是命，而是他的托付。原来赵德发不是刻薄，是恶毒；陆哲不是懦弱，而是帮凶。我擦干眼泪，从这一刻起，逆来顺受的苏婉死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箱子角落还有白色瓶子，我拿起来一看，标签写着某某片，这是治疗老年痴呆常用的东西。但我作为神经内科护士，一眼看出有问题，颜色和形状看着全都不对。我拧开瓶盖，倒出一片放在手心，这根本不是某某片，而是沈曼君日记里写的东西。我立刻从包里拿出一个密封袋，装了几片进去，准备送去医院化验。我把箱子重新锁好，推回床底，走到沈曼君床边，看着她熟睡的脸，轻声说：“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。”沈曼君闭着眼睛，手指轻轻动了一下，手机突然响了，屏幕上跳着2个字：公公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接通了这个电话。赵德发不耐烦的声音传来：“他怎么样了？”我平静地说：“你最好自己来一趟，不然后悔的是你。”说完不等他说话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赵德发不到40分钟就来了，门外响起砸门声。我先走到沈曼君床边，低声告诉他：“妈，他来了。”沈曼君闭着眼，手指又轻轻动了一下。我打开门，赵德发一脸怒容，一把推开我往里冲，嘴里骂着：“你这不懂事的，大半夜折腾什么？你婆婆是不是撑不住了？”他眼里没有关心，只有贪婪的急切。他冲到沈曼君床前，探了探鼻息，又推了推她的肩膀。沈曼君毫无反应，他这才放下心，转身恶狠狠地瞪着我，问我到底什么事。要是敢耍他，他饶不了我。我走到他面前，直视着他的眼睛：“4个半月，你一步都没踏进过这个家门。”他愣了一下，嗤笑一声，说自己忙得很，公司那么多事，哪有时间陪一个糊涂人？我一个在家操持的女人懂什么？我笑了，说他是很忙，忙着去城西探望生病的林阿姨，忙着给她买江景房，忙着陪他儿子赵天宇去游乐园。空气瞬间凝固，赵德发脸上的嚣张尽数褪去，变成震惊和骇然。他嘴唇哆嗦着，后退一步，指着我问我怎么知道这些的。我一字一句地告诉他，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从今天起，这个家我说了算。赵德发色厉内荏地吼起来：“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是我赵家的家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指手画脚。”我冷冷地告诉他，我是陆哲的妻子，陆哲是沈曼君法律上的第一顺位监护人，而他随时可以被我以遗弃罪告上法庭。他4个半月没有探望过沈曼君，没有支付过1分钱赡养费，还长期对他实施家庭暴力，这些证据我手里有的是。赵德发彻底傻了，站在原地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我抛出第一个条件，让他把名下那套婚前房子过户给陆哲，明天上午9点，房产交易中心见，过时不候。赵德发怒吼，说我做梦，那是他的房子，凭什么给我们？我平静地告诉他，凭他不想承担法律责任。我给了他1晚上的时间考虑，明天9点，我要是在房产交易中心看不到他，就直接去公安局报案，顺便把他和林曼云的事，还有他给沈曼君换片的事全都捅出去。我想他那些生意伙伴，还有税务局的人应该会很感兴趣。赵德发的脸瞬间变得惨白，他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。他站在原地，脸色变幻莫测，过了很久，咬着牙说好。他答应我，但我要是敢把事情说出去，他让我和陆哲都不好过。我打开门说，那就看他怎么做了，慢走不送。赵德发狠狠瞪了我一眼，摔门而去。他前脚刚走，陆哲的电话后脚就响了。他压抑着怒火质问我，苏婉，你对我爸说了什么？是不是疯了？我说我没说什么，只是请他明天来一趟房产交易中心。陆哲更怒了，问我到底想干什么？他都说了让我忍一忍，我怎么就是不听，非要把这个家搅得天翻地覆才甘心吗？我笑了，笑声很凉。陆哲，我忍了3年了，我一个人伺候你妈4个半月，你每周来一次，放下钱就走。你爸打电话从来没有好语气，你说我别多想，这就是你所谓的人。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我步步紧逼，问他有没有想过，需要忍耐的或许不是我。他知道他妈现在什么情况吗？他看过他吃的药说明书吗？他知道他晚上做噩梦喊救命吗？电话那头只剩沉重的呼吸声。我告诉他半个小时，现在立刻马上回来，如果还认他这个妈。说完我挂断了电话。不到20分钟，陆哲冲了进来，他眼眶通红，头发乱糟糟的，抓着我的肩膀摇晃着问我到底想干什么，是不是知道什么了？我没有反抗，只冷冷地看着他说放手。他被我的眼神吓到，下意识松开了手。我走到卧室门口，推开房门，让他自己进去看看，看看他妈这4个半月过的是什么日子，看看他吃的是什么。陆哲犹豫了一下，走进卧室，我跟在他身后，拿起那个白色的瓶子递给他，让他看看，这是他爸拿回来的治疗老年痴傻的片。我是神经内科护士，我告诉他，长期服用会变成糊涂人，甚至会危及生命。陆哲接过药瓶，手在微微发抖，他倒出一片仔细看着，脸色越来越白，喃喃说不可能，他爸说这是医生开的。我告诉他，他爸骗了他，然后把日记本递给他，让他自己看，看看他爸和林曼云都做了些什么，看看他妈这几年过的是什么日子。陆哲接过日记本，一页一页地翻着，他的手越抖越厉害，脸色从白变青，再从青变黑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，哽咽着说他不知道，他真的不知道。我冷笑一声，问他不知道，他爸在外面有女人，还有个8岁的儿子，他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陆哲抬起头，满脸泪水，
艰难地点了点头。我的心彻底冷了。我说他知道，但是他选择了沉默。他怕他爸，怕失去现在的一切，所以宁愿牺牲他妈妈，宁愿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受苦。陆哲，你真让我失望。陆哲哭着说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劝过他爸，他爸不听，还说要是他敢管，就跟他断绝父子关系。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问，所以他就眼睁睁看着他妈被他们欺负。陆哲，我给你最后一个选择，要么站在我这边，站在你妈这边，把赵德发和林曼云彻底清除出去，帮你妈拿回属于她的一切；要么现在离婚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带着你妈走我的独木桥。我会请最好的律师告你们遗弃虐待，让你们身败名裂。陆哲瘫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捂着脸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屏幕上是一串陌生号码。我立刻从口袋里拿出一支录音笔，按下开关。陆哲颤抖着手按了接听键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柔悦耳的女声：明凯啊，我是你许阿姨，是林曼云。陆哲猛地抬头看向我，眼神里充满慌乱。我对着他摇了摇头，示意他别说话。林曼云柔声说，他听说他爸跟他媳妇闹别扭了，都怪他，他爸就是那个臭脾气，让他别往心里去。他爸也是心里着急，担心他妈的病。他三言两语就把赵德发塑造成了一个关心妻子的好丈夫，把我塑造成了一个不懂事的晚辈。林曼云继续说，温情的孩子也是，性子太急了，他一个人照顾你妈确实辛苦，心里有怨气也正常，但一家人嘛，哪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。这样吧，后天晚上7点，我在云顶阁私房菜订个包厢，大家一起吃个饭，把话说开，好不好？陆哲看向我，我点了点头。他沙哑着嗓子说好的。林曼云笑着说，这就对了，他是个好孩子，最懂事了。后天晚上，他和他爸在云顶阁等我们，记得带温情一起来。陆哲说知道了，谢谢许阿姨。挂断电话后，陆哲看着我，问他为什么要请我们吃饭。我告诉他，林曼云想试探我们，想看看我们到底知道了多少，想看看我们是不是还像以前一样好拿捏。陆哲问我们要不要去，我坚定地说去，不仅要去，还要演一场戏给他看，让他以为我们还是那个可以随意欺负的普通人，让他在最得意的时候亲口说出我们想要的证据。陆哲点了点头，眼神里终于有了一丝坚定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给沈曼君喂了早饭，擦了脸，他依旧是痴呆的样子，嘴里含糊地喊着要吃糖。陆哲一夜没睡，看到我出来，嘴唇动了动，却没说出话。我说走吧，去房产交易中心。我们到了房产交易中心门口，赵德发已经等在那里了，脸色黑得像锅底，狠狠瞪了陆哲一眼。陆哲低下头，不敢和他对视，整个流程快得不可思议，取号、填表、审核、缴税。赵德发全程一言不发，但透着一股压抑的怒火。好几次他都握紧了拳头，手被青筋暴起，他在忍耐。1个小时后，新的房产证拿到了手，户主是陆哲的名字。我把房产证放进包里，看着赵德发，微笑着说谢谢爸。他终于忍不住了，压低声音恶狠狠地说，苏婉，你别得意太早，这事儿没完，有些人你惹不起。我知道他说的是林曼云。我说那我们走着瞧。陆哲快步跟上来，用祈求的语气说，苏婉，你别那样跟我爸说话，他真的会生气的。我停下脚步，看着他，问他希望我怎么样，继续当牛做马，等着被他们扫地出门，等着他们把他妈送到精神病院，然后把所有财产都拿走。他说他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反问他，那他是什么意思？陆哲，我告诉他，这不是普通的家庭矛盾，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，要么我们赢，要么我们输，没有第三条路。他被惊得后退一步，我把房产证塞到他手里，说这是我为我们这个小家争取来的，但这不是结束，只是开始。我给他时间考虑，想清楚站在哪一边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，回到沈曼君的旧房子。我走到他床边坐下，把房产证轻轻放在他枕边，握着他枯瘦的手说，妈，第一步成功了，赵德发把房子过户给陆哲了。他很生气，威胁我了，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说着，眼泪流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我握着的那只手轻轻动了一下，他的手指缓缓用力，回握住了我。我猛地抬头，婆婆的眼睛已经睁开了，里面没有丝毫痴呆和浑浊，只有清明、赞许和心疼。她说，好孩子，辛苦你了。我扑在床边，叫了一声妈。她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，说，哭出来吧，孩子。我放声大哭，把这4个半月的压抑委屈全都哭了出去。等我情绪平复下来，她才开口说，我做得很好。赵德发就是欺软怕硬，我越强硬，他越不敢怎么样，但要小心那个女人林曼云，她不好对付。婆婆告诉我，林曼云跟了赵德发12年，赵德发的很多生意背后都有他出谋划策，他非常有心计，而且手段很辣。当年赵德发挪用公款的事，就是他帮忙掩盖的，给沈曼君换药的主意也是他出的。沈曼君说，赵德发只是贪婪愚蠢，真正难对付的是林曼云，只要那些东西还在他名下，他们就不会罢手，一定会想办法对付我。我说我不怕。婆婆欣慰地笑了笑，说光有勇气不够，还需要帮手。她有个亲弟弟叫沈静言，是个律师。当年她嫁给赵德发，他坚决反对，他们闹翻了，这么多年没怎么联系，但他是个好人，也是唯一能帮我们的人。他从枕头下摸出一个地址本，翻到其中一页，递给我，说这是他的地址和电话，让我去找他。把日记给他看，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他加重力道握着我的手，说还有，提防陆哲，这些年他已经被赵德发和林曼云影响的差不多了，不要完全相信他。我郑重地点了点头。婆婆眼中的光芒慢慢散去，又恢复了空洞茫然的样子。她松开手，闭上眼睛，又变回了那个痴呆的老人。这是她的伪装，也是她的武器。我走到阳台，拨通了沈静言的电话，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，
一个沉稳的男声传来：“喂，哪位？”我说：“你好，我是苏婉，是沈曼君的儿媳。”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然后传来沈静言急促的声音，问我姐怎么了，她是不是出事了？我说情况很复杂，是她让我找您的。她说把日记给您看，您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沈静言的声音陡然严肃，问我们在哪里。我说在我婆婆的老房子里。她说把地址发给她，她马上过去。不到半小时，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停在了楼下，一个穿深色西装、戴金丝眼镜的男人从车上下来。他30多岁，斯文儒雅，但眼神锐利如刀。他就是沈静言。进了家门，他先看向婆婆的房间，看到她的状态，眉头皱了起来。然后我们到了客厅，我把日记本递给他，他一页一页仔细地看着，脸色越来越阴沉，从严肃到震惊，再到无法遏制的愤怒。合上日记本时，他握着本子的手指节泛白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真是太过分了。”我又把房产证和存单的复印件拿给他，还有那个装着绿弹瓶的药瓶。他看后，眼中的怒火更盛了。故意伤害罪、遗弃罪、故意杀人未遂，他逐条说出罪名，每说一条，我的心就沉一分。沈静言看着我说：“我做得对，幸好我及时发现了，再晚几个月，他姐就真的变成糊涂人了。”我问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，他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，说他们想要钱，就让他们不但拿不到，还要把占去的都吐出来。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支黑色的录音笔递给我，说从现在开始，每次和他们对话都录下来，尤其是林曼云，想办法让他亲口承认和赵德发的关系，以及对他姐的算计。我告诉他，后天晚上他们约我们去云顶阁吃饭。沈静言冷笑一声，说鸿门宴正好，这是收集证据的最好机会。他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盒子，打开后里面有3样东西，一支像普通钢笔的录音笔，一个纽扣大小的微型录音器，还有一个伪装成车钥匙的高清录像设备。他说这支钢笔我拿着，吃饭的时候放在手边的桌子上，这个纽扣录音器给陆哲，让他贴身放好，这是双保险。这个车钥匙吃饭前放在包厢的置物柜上，正对主位，要录下声音，更要录下他们的表情。我和陆哲点了点头。沈静言严肃地说，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要当场发作。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带着录音和录像安全离开。我们要的是一次致命一击，让他们永无翻身之日。后天晚上6点45分，我和陆哲站在了云顶阁私房菜的大门前。陆哲手心全是汗，脸色苍白，说他有点紧张。我看着他说，把这股紧张变成愤怒和决心。坐在你对面的不是你的父亲和阿姨，是差点把你母亲害惨的人。陆哲深吸一口气，眼神变了，变得坚定而冰冷。我们走进大厅，服务员引着我们上了2楼，走向最里面的一个包厢。还没走近，就听到包厢里传来赵德发的抱怨声，说他就不该给我那套房子，看看我现在得意成什么样子。一个外人居然敢爬到他头上作威作福。然后是林曼云温柔安抚的声音，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，等拿到他手里的东西再处理也不迟。我和陆哲对视一眼，推开门走了进去。赵德发满脸怒容地坐在主位上，看到我们进来，冷哼一声，扭过头去。他身边坐着林曼云，穿一身米色连衣裙，戴着珍珠项链，脸上堆满了亲切的笑容，热情招呼我们快坐，还说他刚点了我们爱吃的松茸炖鸡，马上就上。陆哲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爸，赵德发没理他，他又转向林曼云，叫了一声许阿姨，脸上带着愧疚和感激的表情。林曼云亲热地拉着他的胳膊，说好孩子，委屈你了，都怪你爸那个臭脾气，让你受气了。他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几秒，带着审视、评估和隐藏的轻蔑，又笑着说，这就是温情吧，长得真俊，这段时间辛苦我了，照顾曼君姐不容易。我没说话，只是扯了扯嘴角，扮演一个不情不愿被拖来的有怨气的妻子。陆哲立刻板起脸训斥我，苏婉，叫许阿姨，怎么这么不懂事？我不情不愿地挤出3个字，许阿姨。林曼云笑得更开心，说没事没事，年轻人嘛，性子直，他不怪我。趁他和服务员说话的功夫，我把那只伪装成钢笔的录音笔放在餐桌转盘边缘，笔尖正对主位。陆哲假装掏手机，车钥匙录像设备不小心滑出口袋，掉在对面靠墙的置物柜上，正好藏在一盆绿萝的叶片之间，镜头同样对准主位。一切准备就绪，菜很快就上齐了。林曼云热情地招呼我们吃饭，还亲自给我们盛松茸炖鸡。赵德发依旧板着脸，自顾自地喝着闷酒。林曼云嗔怪地看了他一眼，说孩子都来了，他还拉着个脸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赵德发重重放下酒杯，瞪着陆哲吼道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为了一个女人，连老子都敢算计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主见的？陆哲的脸瞬间涨红，握着筷子的手青筋暴起，但他忍住了，低下头，委屈愧疚地说，爸，对不起，是他不对，没管好情景。那套房子写的虽然是他的名字，但还是赵德发的。赵德发什么时候想收回去就什么时候收回去。赵德发的脸色缓和了一些，林曼云眼中闪过一丝赞许，连忙打圆场，说什么收回去的话，那房子本来就是给明凯准备的婚房，过户给他是理所应当的。他转过头看着我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，说温情啊，阿姨说句公道话，你别怪叔叔，他这辈子不容易，一个人拉扯明凯长大，脾气是不好，但心是好的，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。林曼云继续说，我照顾曼君姐4个半月，确实辛苦了，年轻人心里有怨气也正常，房子给我了，就算是补偿，这件事就让他过去，以后大家还是一家人，和和气气的。他说完看着我，等我回答。我沉默了很久，抬起头，眼里带着被说服的动摇和不甘心的委屈，小声嘀咕，那婆婆的医药费还有我的辛苦费呢？陆哲立刻一拍桌子吼道，苏婉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房子都给你了，
你还想要什么？林曼云眼中闪过一丝轻蔑，笑着摆了摆手，说明凯别凶我。温情说的也有道理，照顾老人确实辛苦，哪能让我白受累？他从精致的皮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轻轻推到我面前，说这里面有35万，密码是6个8，算是阿姨给我的补偿，以后好好过日子，别再闹了。一条人命在他眼里就值35万，我的心冷得像冰，但脸上却露出惊喜的表情，一把将银行卡紧紧握在手里，说谢谢许阿姨。林曼云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，他觉得他已经彻底拿捏住我了。赵德发的脸色也缓和了，在他看来我已经被说通了。林曼云端起酒杯，说好了，一家人有什么话说不开，大家一起干一杯。4只杯子碰在一起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像一场无声的约定达成，气氛热络起来。林曼云天南地北的聊陆哲小时候的趣事，聊他和赵德发创业的艰辛，把自己完全融入了这个家。我低着头默默吃菜，一言不发。酒过3巡，林曼云放下筷子，故作忧愁地叹了口气，说现在什么都好，就是他妈的病成了心病，一天到晚糊里糊涂的，身边离不了人。来了，正题终于来了。陆哲按照我们排练好的接过话，露出悲伤和无奈的表情，说医生说了，老年痴呆是不可逆的，只能慢慢养着。林曼云嗔怪地看了他一眼，说傻孩子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他咨询了他的律师朋友，像他母亲这种情况，可以向法院申请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，然后指定监护人，代为管理他妈名下的所有财产。话说的冠冕堂皇，赵德发立刻附和，说得对，他妈手里那些东西本来就是我们家的，该由他这个儿子来管，省得便宜了外人。我放在桌下的手紧紧握成拳头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又抬头露出茫然困惑的表情，问婆婆还有什么财产，不就剩下那套旧房子了吗？林曼云和赵德发对视一眼，眼中闪过轻蔑和放松，他们确认了我对沈曼君真正的家底一无所知。赵德发不耐烦地呵斥我，你懂什么？你婆婆娘家当年是本地的大户人家，手里捏着的房产和存折多着呢，不然你以为我跟他耗这么多年是为了什么？他说漏嘴了。林曼云脸色微变，连忙给赵德发使眼色，但已经晚了。那支钢笔、录音笔和车钥匙录像设备已经把他的这番话一字不漏地记录了下来。林曼云打断他说，别吓到孩子，我婆婆手里确实还有一些积蓄，但不多，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图钱，是为了他好。他看着陆哲，说他是他妈唯一的儿子，这个监护人理应由他来当，等手续办下来，他就能名正言顺地处理所有事情，包括让他配合我们继续治疗。毕竟他现在疯疯癫癫的，有时候不肯吃药，总得想个办法让他配合一点。那一瞬间，我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，他终于把藏在温柔背后的心思彻底暴露了出来。陆哲的瞳孔猛地收缩，身体因极度愤怒而微微颤抖。我在桌下狠狠踩了他一脚，他瞬间回神，脸上重新换上懦弱顺从的表情，说许阿姨说的对，一切都听您安排。林曼云满意的笑了，我晃了晃手里的银行卡，用又傻又天真的眼神问许阿姨，那个监护人要是办下来，是不是婆婆所有的钱都归我们了？陆哲立刻狠狠瞪我一眼，吼道，吃饭就吃饭，别插嘴。他越凶，林曼云脸上的笑容越温和，他耐心的解释，傻孩子，明凯成了监护人，我婆婆名下的资产都由他代管，我们是夫妻，他的就是我的。他还抛出一个更大的诱饵，说我婆婆还藏了不少好东西，等都找出来了，阿姨做主，让我叔叔在市中心再给我们买套大平层，到时候我们就搬出去住，再也不用守着这老人文要位了。我脸上的惊喜几乎要溢出来，激动地站起来想去敬他一杯果汁，动作太大，我碰倒了筷子架，弯腰去捡筷子时，不动声色地将那支钢笔、录音笔握在手心，揣进了口袋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天衣无缝。林曼云笑着说，这孩子毛手毛脚的，没有起丝毫疑心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差不多了，故作担忧地说，我得回去了，婆婆一个人在家，我不放心，这成了离席最好的理由。我们站起身准备离开，陆哲突然一拍口袋，说他的车钥匙不见了。他假装在地上找了找，然后走到置物柜边，从绿萝叶片间拿起那个车钥匙录像设备，说找到了，原来掉在这里了。林曼云和赵德发自始至终没有多看一眼。林曼云拉着我的手，亲热地叮嘱，婉晴啊，以后有什么委屈就跟阿姨说，别自己憋着。我低头乖巧地回答，知道了，谢谢许阿姨。赵德发也拍了拍陆哲的肩膀，让他以后机灵点，别什么都听女人的。陆哲声音无比顺从，说知道了。走出云顶阁，晚风吹在脸上，很凉。我和陆哲谁都没有说话，一直到坐上出租车，关上车门，两个人的身体才同时垮下来。我靠在椅背上，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。陆哲把头埋在双臂间，肩膀无声地耸动着。这场戏我们演成功了，收网时刻到了。出租车直接开到了恒信律师事务所楼下，已经深夜11点了。沈静言的办公室还亮着灯，他穿着白衬衫，袖子挽到手肘，没戴眼镜，眼神比白天更锐利。他什么也没问，只指了指会议室的方向，问东西呢。我从口袋里拿出钢笔、录音笔，陆哲掏出车钥匙、录像设备和纽扣录音器，手还在微微发抖。沈静言将3样设备依次连接到笔记本电脑上，先播放了音频。包厢里4个人的声音清晰地回响在会议室里，赵德发的抱怨，林曼云的娇嗔，陆哲的懦弱，还有我的贪念。音频播完，会议室里一片死寂。沈静言说很好，人证、物证、动机全都有了。然后他点开了视频，车钥匙设备拍摄的角度完美，正对主位。林曼云和赵德发那志得意满、暗藏算计的表情被拍得一清二楚。当视频里林曼云拿出银行卡，
笑着说再也不用守着这老人文要喂了时，陆哲再也忍不住，冲到垃圾桶边剧烈的干呕起来。我和沈静言静静地看着他，等他吐完擦干嘴，重新坐回椅子上。他整个人仿佛被抽干了一样，但眼神变得无比坚定，坚定到令人心悸。他看着沈静言，一字一句地问：沈律师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需要他做什么尽管吩咐，就算拼尽全力，他也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沈静言终于点了点头，他把笔记本电脑转向我们，屏幕上是一份已经起草好的法律文件。沈静言说，第一步，保全人证，明天一早安排最高级别的私人疗养院，把他姐秘密转移过去，除了我们3个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的下落。第二步，主动出击，不离婚。我和陆哲依旧是夫妻，陆哲作为他姐法律上唯一的儿子，向法院提起诉讼，告赵德发婚内出轨，与林曼云非法同居，涉嫌重婚罪，告他转移、侵占婚内共同财产，告他遗弃、虐待、故意伤害。沈静言说，不要等他们出手，要先发制人，把他们彻底打懵，所有证据一次性全部提交给法院和公安机关。我们要的不是让他们伤筋动骨，是让他们永无翻身之日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悬在赵德发和林曼云头顶的利剑，利刃已经出鞘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我和陆哲就回到了老房子，在黑暗中以最快的速度收拾沈曼君的东西。沈曼君似乎有所感应，在我们扶他起身时醒了，他的眼睛在黑暗中亮得惊人，没有问去哪里，也没有问为什么，只是看着陆哲，伸出枯瘦的手，轻轻抚摸他的脸。陆哲身体猛地一僵，下一秒跪倒在床边，将头埋在母亲的被子里，发出压抑的痛苦呜咽。沈曼君没有说话，只是一遍又一遍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头发。清晨6点，一辆不起眼的白色商务车停在了楼下，司机是沈静言的助理。陆哲背着沈曼君，我提着行李，用最快的速度离开了。车子一路向林市驶去，停在了一家掩映在青山绿水间的高级私人疗养院门口。沈静言提前打点好了一切，沈曼君被安排在一个独立的套间里，有专门的护工24小时看护，入住用的是化名。安顿好沈曼君，陆哲站在疗养院的草坪上，看着远处的阳光，久久不语。他轻声问我妈会好起来吗？我回答会的。等那2个人得到应有的惩罚之后，接下来的几天是暴风雨来临前最窒息的平静。我和陆哲没有回老房子，沈静言替我们在外面租了一套小公寓暂时安身。陆哲变了，他不再懦弱，不再多言，每天跟着沈静言整理证据，熟悉诉讼流程。他的眼中只有复仇的火焰。第4天上午，陆哲的手机响了，是林曼云。陆哲按下免提，林曼云温柔兴奋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：明凯啊，事情都办妥了，他找了全市最好的律师，申请做监护人的文件，今天上午已经正式提交给法院了，法院很快就会派人去老房子做情况评估，让我们在那边等着，好好配合。来了，鱼儿终于上钩了，说辛苦你了，许阿姨。林曼云笑着说，傻孩子，跟阿姨还客气什么？等事情办成了，他让他爸把公司15%的股份转到他名下，到时候他就是名正言顺的赵家继承人了。他还在用那套画大饼的手段，却不知道他已经亲手为自己敲响了丧钟。挂断电话，陆哲立刻拨通了沈静言的号码。沈静言冷静的声音传来，知道了，现在轮到我们了。半个小时后，沈静言的团队兵分2路，一路带着陆哲和所有证据原件前往市公安局，以故意伤害罪和重婚罪对赵德发和林曼云进行实名刑事报案。另一路由沈静言亲自带领，向法院递交了由沈曼君本人签署的离婚起诉状，详细陈述了赵德发婚内出轨、遗弃、虐待以及伙同第三者意图侵占、转移共同财产的全部事实。那份长达1个多小时的鸿门宴完整音视频证据也一并附上，2张大网同时撒下，就等他们入网了。下午2点，法院的2名工作人员准时来到老房子门前，按响了门铃。等待他们的是一间空无一人的屋子和一场惊天逆转。傍晚，我接到了沈静言的电话，她的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胜利激昂。苏婉，成了，公安局那边已经正式立案，逮捕令已经签发，现在警察应该已经到了赵德发的公司楼下。第一声惊雷响了，赵德发是在他的董事长办公室里被带走的。据沈静言后来描述，警察出现时，他正在对公司的高管们发号施令，意气风发。他还以为是商业纠纷，脸上带着傲慢和不屑。直到逮捕令拍在他面前的红木办公桌上，罪名栏写着故意伤害罪、重婚罪，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干干净净。他开始大声辩解，说这是诬陷，想打电话找关系，想用金钱摆平。但这一次，没有人再给他机会，冰冷的手铐锁住了他那只曾经翻云覆雨的手。他被2个警察架着，从董事长办公室穿过，在员工们惊愕、恐惧、鄙夷的目光中，狼狈地压了出去。林曼云是在一家高档美容会所里被捕的，他正敷着金箔面膜，躺在按摩床上听音乐，还以为是新来的按摩师，闭着眼懒洋洋地说：“等一下，疗程还没做完。”当那声冷硬的林曼云“你被捕了”响起时，他猛地睁开眼睛，脸上的金箔面膜因惊恐的表情瞬间皲裂。他比赵德发冷静，没有大喊大叫，只死死盯着逮捕令，浑身发抖，问：“你们有证据吗？知道我的律师是谁吗？”但当办案人员将鸿门宴的视频在他面前的平板电脑上播放了短短30秒后，他彻底崩溃了。听到自己温柔悦耳的声音说着最伤人的话，看到自己志得意满的嘴脸，他被带走时身上还穿着丝绸浴袍，脸上的金箔在灯光下反射出讽刺的光芒。当天晚上，本地新闻的头条被2条快讯引爆：知名建材企业家赵德发涉嫌多项重罪被刑事拘留，其关联人林曼云同为共犯，一同落网。
我和陆哲坐在小出租屋里，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弹出的新闻推送。陆哲没有说话，只拿起一瓶啤酒，走到阳台，一个人默默喝着。我知道他不是在为那个男人惋惜，他只是在与自己那被谎言和懦弱包裹的人生做最后的告别。我走到沈曼君的房间，他已经睡了，呼吸均匀。经过这几天的调养，他的脸色红润了许多。我坐在床边，握着他的手，窗外一声惊雷炸响，大雨倾盆下，天快要亮了。我知道这场雨是在洗刷这座城市所有的肮脏和罪恶。赵德发和林曼云的案子因证据确凿，并引发了巨大的社会舆论，审理得很快。开庭那天，我和陆哲作为最重要的证人出席。我再次见到了那两个人，仅仅半个月不见，他们像被抽干了精气神，苍老了20岁。赵德发穿着灰色的囚服，头发花白，眼神浑浊，再无往日的嚣张霸道。林曼云完全素颜，憔悴不堪，那张曾经温婉动人的脸只剩怨毒和不甘。他们看到我们时，眼神都像刀子一样。赵德发看到陆哲这个唯一的儿子坐在证人席上，死灰般的眼睛里瞬间燃起疯狂的火焰。他猛地站起来，想冲过来，被法警死死按住，歇斯底里地咆哮着：“不孝子！你这个白眼狼，我白养你这么多年，你联合外人来害我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”难听的话接连不断。陆哲没有看他，只看着面前的法官，脸色平静。轮到陆哲作证时，他站了起来，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回响在整个法庭。他承认过去很多年，自己是一个不孝的儿子，也是一个不合格的丈夫。他知道父亲在外面有女人，还有一个8岁的儿子，但他选择了沉默。他知道母亲长期生活在暴力和冷暴力之下，但他选择了视而不见。因为他的懦弱和自私，纵容了他们的恶行，才让母亲差点失去生命，才让我受了那么多委屈。他说他有错。说完，他对法官席深深鞠了一躬，然后转身。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，正是那个被法警按住、状若疯癫的男人，只叫了一声爸。今天他站在这里，不是为了害赵德发，是为了救赎自己，也是为了替他妈讨回公道。赵德发彻底呆住了。接下来，沈静言将所有证据一一呈堂。沈曼君的日记本、医院的药物化验报告、鸿门宴的完整录音视频，林曼云给我的存有35万的银行卡，还有赵德发转移公司资产给林曼云的银行流水，每一份证据都像一记重锤，将赵德发和林曼云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砸得粉碎。林曼云开始在法庭上痛哭流涕，说一切都是赵德发逼他做的，他也是受害者。赵德发则反咬一口，说所有给沈曼君换药的主意都是林曼云出的。他们像两只红了眼的困兽一样，互相指责、推卸责任，将他们之间那点建立在利益之上的感情暴露得淋漓尽致。我看着他们丑陋的嘴脸，心中没有丝毫波澜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最终的审判结果很快下来了。赵德发犯故意伤害罪、重婚罪、遗弃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14年。林曼云作为主犯，且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主要策划作用，同样以故意伤害罪和重婚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7年。他们名下所有的非法所得全部予以追缴。法院同时判决赵德发与沈曼君的婚姻关系即日解除，赵德发名下的婚内财产70%归沈曼君所有。法官敲下法锤的那一刻，我看到陆哲的眼角滑下一滴泪。走出法院时，阳光正好，我问陆哲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，他沉默片刻，对我笑了笑，那笑容轻松而释然。他想先去西北待一段时间，设计院有个乡村振兴的项目，他报名参加了，想换个环境，重新开始。他看着我，真诚地说：“苏婉，谢谢你，是你让我看清了自己，也谢谢你救了我妈。”我也笑了，说不用谢，我只是救了我自己。我们在法院门口分道扬镳，他走向左边，我走向右边。我们都知道彼此的人生再也不会有交集，但我们都将走向更好的属于自己的未来。1年后，初夏的午后，阳光和煦，晚晴养老院的草坪上，一个穿素雅旗袍、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老人正坐在藤椅上看书，他脸上带着淡淡平和的微笑，再也看不出丝毫曾被病痛和阴谋折磨过的痕迹。他就是沈曼君。经过1年多的精心调理，他的身体已基本康复。医生说，药物对神经的损伤不可逆，他的记忆偶尔还会出现小断层，但头脑已完全清醒。他不再是需要人24小时看护的病人，变回了那个睿智通透、内心强大的沈曼君。我端着一壶刚泡好的菊花茶和切好的水果走过去，叫他妈，让他歇一会儿，看久了伤眼睛。沈曼君抬头对我笑笑，合上书，接过茶抿了一口，说这茶泡得好，火候刚刚好。赵德发和林曼云的财产已经被法院强制执行，一大笔资金重新回到了沈曼君的账户。我用这笔钱和沈曼君一起创办了晚晴养老院，专门接收那些被子女忽视、遗弃的失智老人。沈曼君担任院长，我负责日常管理，每天很忙，但很充实。我和陆哲半年前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，过程很平静，没有财产纠纷，也没有争吵，像两个相识多年的老朋友，平静地给一段错误的过去画上了句号。听说他在西北做得很好，参与设计的几个乡村小学和卫生院都获得了省里的奖项。他每年都会给沈曼君寄明信片，从来没有断过。我们再没联系过，但我希望他一切都好。沈曼君突然问我在想什么，我摇摇头，说没什么，只是觉得现在这样真好。他也感叹，是啊，真好。他放下茶杯，握住我的手，他的手不再是记忆中那样冰冷枯瘦，而是温暖有力的。他说，委屈你了，孩子，如果不是我们家，你本该有更幸福的人生。我眼眶微湿，摇了摇头，说妈，我不委屈。以前我总觉得女人的命运就是逆来顺受，是你让我明白，
女人的命运不是靠忍耐得来的，是靠自己挣来的。如果没有那段经历，我也不会成为今天更好的自己。沈曼君欣慰地笑了，拍了拍我的手背，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，想不想再找一个。我被他的话逗笑了，说现在可没时间想这些，养老院一大堆事，而且现在有您，有事业，有这么多爷爷奶奶陪着我觉得很满足。我们相视而笑，阳光透过树叶缝洒在身上，暖洋洋的。一只蝴蝶从花丛中飞起，翩翩飞向远方蔚蓝的天空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，苏婉。我回头看到沈静言站在不远处，手里拿着一束向日葵，阳光洒在他身上，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。他笑着走过来，说他有个案子想请我帮忙，关于一个被儿子遗弃的失智老人。他想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们的处境。我看着他手中的向日葵，又看了看身边微笑的沈曼君，也笑了，说好啊。我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带着花香的自由空气。那段黑暗令人窒息的过去已经彻底翻篇，而属于我的崭新光明的黎明才刚刚开始。沈静言带来的案子比我想象中更棘手。老人叫张桂兰，今年72岁，和1年前的沈曼君一样，被诊断为老年痴呆。他的儿子儿媳把他锁在出租屋里，每天只给一顿饭，却拿着他的退休金和拆迁款，在市中心买了大平层，直到邻居实在看不下去，报了警，老人才被救出来。但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儿子儿媳虐待，法院只能调解，最后还是把老人的监护权判给了他的儿子。沈静言坐在养老院的会客室里，眉头紧锁。他说他们把老人从派出所接走的第2天，就把他送到了一家条件最差的养老院，交了1个月的费用，就再也没露过面。养老院联系不上他们，又不敢把老人赶出去，最后找到了他。他查了一下，张桂兰名下还有一套老房子，他们肯定是想等老人去世后直接继承房产。我握着水杯的手微微收紧，太像了，和沈曼君的遭遇简直如出一辙。沈静言的声音低沉了许多，说他见过张奶奶了，她根本不是老年痴呆，只是被吓得不敢说话，只要一提到他的儿子儿媳，他就浑身发抖，把自己缩成一团。我抬起头看着他，问我能做什么。沈静言看着我的眼睛，真诚地说他需要我帮他接近他。我有照顾失智老人的经验，也懂他们的心理，只有我能让他放下戒备，说出真相。只要他能亲口指证儿子儿媳的虐待行为，我们就能向法院申请撤销他们的监护权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说好，我明天就去接他来晚晴养老院。第2天一早，我和沈静言一起去了那家郊区的养老院。张桂兰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，头发花白凌乱，身上穿着不合身的脏衣服。看到我们进来，她吓得浑身发抖，把头埋在膝盖里，嘴里不停地念叨：别打我，我听话，我再也不闹了。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疼。我慢慢走过去，蹲在她面前，轻声说：张奶奶，别怕，我们是来接你回家的，以后再也没有人会欺负你了。他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怀疑。他看着我，又看了看沈静言，嘴唇哆嗦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伸出手，轻轻握住他枯瘦的手，他的手冰凉，像一块石头。我笑着告诉他，我叫苏婉，我这里有很多爷爷奶奶，他们都很友善，我们一起吃饭，一起散步，一起晒太阳，好不好？他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另一只手也放在了我的手心里。把张桂兰接回晚晴养老院的那天，沈曼君亲自在门口等她。2个经历过相似苦难的老人四目相对，没有说话。沈曼君只是走上前，轻轻抱住了张桂兰。张桂兰趴在沈曼君的肩膀上，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每天都陪着张桂兰，给她梳头，给她洗澡，陪她吃饭，陪她散步。我从不主动提起她的儿子儿媳，只是静静地听她说话。她一开始什么也不说，只是坐在草坪上看着远方发呆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给她端来一碗银耳莲子羹，她喝了一口，突然说他以前也经常给他儿子做这个，他小时候最爱吃的。我坐在他身边，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听着。张桂兰的声音很轻，带着一丝怀念，说他小时候很乖，他和他爸省吃俭用，供他上大学，给他买房子，给他娶媳妇。他以为自己老了，他会给他养老，可他没想到，他的声音哽咽了，眼泪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流了下来。他说他们把他锁在屋子里，不让他出门，不给他饭吃，不给他水喝。他说自己没病，他们说他疯了，他们对他发脾气，逼他签字把房子过户给他们。他要是不签，他们就不给他饭吃。他实在受不了了，就签了，可他们还是不放过他。他们说他活着就是个累赘，不如早点走了算了。我拿出纸巾，轻轻擦去他的眼泪，说张奶奶别怕，现在有我们在，我们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的。他看着我，点了点头，然后从贴身的衣服里拿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，递给了我。我打开手帕，里面是一支录音笔。张桂兰说这是她偷偷藏起来的，他们对她不好的时候，她都录下来了。她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救她。我拿着那支沉甸甸的录音笔，眼泪再也忍不住。沈静言拿到录音笔的那天，眼睛都红了。他说足够了，这些证据足够让他们付出代价了。1周后，法院开庭审理了张桂兰的监护权纠纷案。当沈静言在法庭上播放那段录音时，全场一片哗然。录音里，张桂兰儿子儿媳的辱骂声、摔东西的声音，还有张桂兰的哭喊声，清晰地回荡在法庭里。张桂兰的儿子儿媳脸色惨白，瘫坐在被告席上。最终，法院判决撤销张桂兰儿子儿媳的监护权，指定我为张桂兰的临时监护人。同时，法院判决他们返还张桂兰的退休金和拆迁款，并以虐待罪判处他们有期徒刑2年。宣判的那
那天，张桂兰坐在旁听席上，哭得像个孩子。走出法院，阳光正好，张桂兰拉着我和沈静言的手，不停地说：“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”沈曼君笑着说：“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。”那天晚上，养老院的厨房做了一大桌子菜，所有的爷爷奶奶都聚在一起，庆祝张桂兰重获自由。大家笑着闹着，唱着老歌，整个养老院都充满了欢声笑语。我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这一切，心里暖暖的。沈静言走到我身边，递给我一杯果汁，说我做得很好。我接过果汁，笑了笑，说是我们做得很好。他看着我，眼神温柔。苏婉，认识你真好。我的心跳漏了一拍，转过头，不敢看他的眼睛。月光洒在他的脸上，给他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陆哲发来的微信。他发来一张照片，照片里他站在一所新建的乡村小学前，身边围着一群穿着校服的孩子，孩子们笑得很灿烂，他也笑得很灿烂。照片下面有一行字：苏婉，我在这里很好，代我向妈问好，告诉他我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我看着照片笑了，是啊，我们都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陆哲走出了原生家庭的阴影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。沈曼君摆脱了噩梦般的婚姻，重新找回了自己，而我也从那个逆来顺受的家庭主妇，变成了现在这个独立、坚强、有能力帮助别人的苏婉。我收起手机，抬头看向沈静言，她正看着我，眼里带着笑意，问我在想什么。我笑着说，在想明天的太阳一定会更温暖。她点了点头，伸出手，轻轻握住了我的手。她的手很温暖，很有力。晚风轻轻吹过，带着栀子花的香气。远处老人们的歌声还在继续。我知道那些黑暗的日子已经永远过去了，未来的日子会有阳光，有鲜花，有爱，有希望，而我会牵着身边人的手一直走下去。